出口 F-47、F-22，美国这是要做什么？5月23日，特朗普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通话时提及 F-47、F-22等战机，并询问日方是否有兴趣购买它们。这个时候，但凡石破茂说一句 OK， 等到6月份，有关 F-22或者 F-47的合同就会摆到他面前。先不提 F-47，单从 F-22来看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美国国会就通过相关法案，明确禁止出售 F-22战机。至今为止 ，F-22没有出口过一架。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向日本推销 F-22？其真的有出口的可能吗？对于日本而言，这是好还是坏？在5月23日的通话中，石破茂本来是和特朗普讨论关税问题，并同意于6月中旬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会谈期间进行日美首脑会谈。在商讨期间，特朗普介绍了出访中东达成的军事交易，提及了 F-22、F-47等战机，向石破茂介绍相关机型的作战能力，并询问日本是否有兴趣购买它们。就结果来看，石破茂并没有明确表明购买或者没兴趣，而是表示熟悉这些美制战机。根据当前媒体的分析，特朗普可能是想要日本在关税谈判中做出让步，于是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包括批准日本钢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，以及向日本推荐 F-22和 F-47这种高性能战机。可以说，日本只要说有意购买 F-22与 F-47的出口都不是问题，日本也会成为全球第一个采购 F-22的国家。从表面上看，日本采购 F-22或 F-47可以大幅度提升空自的实力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恐怕就不是那么好了。对于日本来说，是否购买 F-22还要考虑一个问题，有没有这个需求。就火力军而言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作为世界上综合性能最好的战机之一， F-22进入空自可以大幅增加空自的空中力量。当然，肯定会有人认为 F-22的航程不适合印太地区，事实的确是这样，但对于日本来说已经足够了。美军研发 F-22的目的就是应对苏联空军的战术威胁。当时的苏联认为，如果与北约爆发大规模冲突，那就以图 2M 开路，在苏27和米格29的掩护下，利用 1.8 马赫的突防速度向北约投掷常规炸弹或核弹，瘫痪敌方机场、雷达与指挥中枢。F-22则要凭借隐身性能和超音速巡航能力破坏苏联空军的打击体系。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为了保证隐身和机动能力，不得不限制机体尺寸，加上内置弹舱，导致燃油空间很小。加上普惠 F-119耗油的问题，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， F-22的作战半径也就759公里，在欧洲那边这已经足够了，但是在亚太地区就稍微有点短。不过对于日本来说，这个作战半径也是足够的，毕竟在应对俄罗斯时，唯一能用上战机的就是夺回北方四岛，这东西就位于在日本头上，不需要航程。F-22配合 F-35，日本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制空权。之后 F-15G、F-2出动，将俄军赶出北方四岛。不过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采购 F-22这件事实际操作起来会很难，这已经不是美日第一次商谈有关 F-22的事情了。早在21世纪初，日本在考虑 F-4鬼怪的换代计划时，就曾主动向美国提议引进美军最先进的 F-22。当时洛马就表示，计划向日本出售国际版 F-22，也就是性能削减版。但即使如此，美军依旧不同意，认为 F-22的机密技术价值不可估量，不应该被泄露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，特别是电子系统、隐身功能以及新一代的数据传输系统。最终 F-22的采购计划被否决。也正是因为无法引进 F-22，在2009年，日本防卫省开展未来战斗机研究，并于2018年向英美等国企业邀标，准备在2030年更换战机。于是洛马向日本防卫省提交有关计划书，表明美方将转移 F-22战机技术，日本企业可参与一半的制造和改造工作，但最终也没有完全落实。等到2019年，日本防卫省宣布启动日本主导的 FX 计划，自己研发下一代战斗机。这次已经是美日第3次进行有关 F-22的商谈，特朗普大概率不会成功，连以色列都没有，日本凭什么？在2020年，当时也是特朗普当政，在美国宣布计划向阿联酋出口 F-35后，以色列时报网站就报道，一家报纸媒体报道称，美国同意向以色列出售更为先进的隐形战机，以保持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。结果各位也都知道，这事儿没成。到2025年，特朗普再次上任，
这次都跑到中东与阿联酋签署协议，正式确定为主要防务伙伴关系。F-35都没有出口到阿联酋，以色列也没有获得 F-22。就 F-22的情况来看，到目前为止，之所以一架都没有出口，一方面是技术保密的问题，另一方面则是生产线的问题。2011年底，最后一架 F-22A 下线之后，美军就拆除了整条生产线。理论上来说，美国已经不具备生产全新 F-22的能力。当然，图纸还在，想要重启生产线也不是不行，花钱就行了。F-22的很多供应商已经停止某些零部件的生产，或者转行生产其他设备。想要重新生产，没问题，掏钱呗。相关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也要培训，不仅时间长，成本也很高。在2011年，美国兰德公司就分析，这一套操作下来，最少需要100亿美元的资金。如此一来 ，F-22的单价会飙到新高。对比采购 F-35或 F-47，性价比太低了。从这个方向考虑，即使日本这次想要购买 F-22，那也是二手的。美国之前曾计划从2023年开始退役大约30架 F-22，这些战机都是早期型号，主要用于训练和非战斗任务。想要具备完整作战能力，就要花钱，也不贵，就18亿美元。但美国不愿意掏这个钱，只是美国国会这边担心会影响未来作战能力，于是否决了美国空军的退役计划。如果日本想要购买 F-22，那大概率就是这批。对于日本来说，花大价钱买二手飞机，即使是 F-22也有些亏，不如等几年选择美国6代机 F-47。特朗普在公布 F-47时就表示，为了分摊该项目的开发成本，将向盟友推销出口型号，但属于是性能减配版。当然，即使如此，性能也比 F-22更强。缺点就是 F-47不是现货，而且很贵。根据战区的说法， F-47之前仅完成了技术验证机的首飞，还没有原型机首飞的消息，很难估算定型和服役时间。能否在2029年之前服役还不好说。在价格方面，前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预测 F-47的单价可能接近3亿美元，日本的购买价格只会更贵。之前采购 F-35，日本这边的单价为 1.3亿美元，而美军自用版本仅为8000万美元。如果日本想要采购 F-47，单价估计能达到5亿美元。至于特朗普向日本推销 F-22与 F-47的目的，大概是破坏日本6代机的计划，争夺日本的订单。特朗普之前就曾多次表示，日本要大量购买美国军事装备，对于日本来说能大幅增强国防安全，而美国则可以顺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。只是在最贵的6代机项目中，日本却没有选择美国，转头和英国搞到一起了。2018年，英国提出研制暴风6代机，并表示欢迎各国加入，随后意大利宣布参与。2019年，日本开展 FX 计划，想要独自打造下一代战机。只是进入21世纪之后，日本在战机方面的研制大多都脱胎于美国，独立研发难度很高，或许会跟不上战机换代计划。于是，在评估 FX 战机的发展瓶颈之后，日本觉得加入英译的6代机项目会更好。在2022年，日本防卫省宣布正式加入由英译主导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，3国计划投入数百亿美元，联合研发第6代战斗机，目标在2035年前完成部署。2024年12月，日本航空产业振兴株式会社与英国贝仪系统、意大利莱昂纳多就组建合资公司达成共识，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落地。2025年5月，在日本最大规模防务装备展2025东京军警防务展览会上，日英意联合研制的下一代战机模型公开亮相。本次展出的模型机就只有实物的1/10，与最初的概念模型相比，主翼、后机身、尾翼都有较大的变化。机翼比之前的版本更大，并且由兰姆达翼改为3角翼。就这点来看，英日将战机的设计重心偏向提高续航里程、速度和有效载荷。不过现在就出了一个模型，具体性能未知。但根据英日的说法，将超越5代机代表 F-22和 F-35，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整体设计和研发工作，以替换 F-2、台风等战机。在日本这边，考虑将新战机命名为 F-3烈风，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？烈风是日本在2战末期研发，打算取代零式的舰载机，只是因为战争结束没能投入量产。对于这个名字是否有歧义，我们暂且不提。主要问题是，对于日本而言， F-47与烈风应该选哪个？现在的 F-47还没有进行原型机首飞，烈风也只是一个模型，二者到底谁更强一点还是未知数。
但即使如此，对于日本来说，哪款更适合已经有答案了，还是猎风更好一点。纵观日本过去采用的美制装备，虽然很强很好用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而猎风则可以为日本军工的自研能力带来新的突破。准确来说，在日本战机研发史上，美国的确出力了，有正向收益，但也有负面影响。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启动试验性支援战机，以替换老旧的30 F1。当时有3种海外候选机型，美制 F16 大黄蜂以及欧洲的狂风 IDS。除了这3者之外，日本还有一个自研方案。30重工提出独立研发代发新战机，代号 GF210，外形类似鹰狮，但采用的是双发双垂尾设计，进气道设计则类似 F16。按照日本的设计指标，其最大速度 1.9 马赫，可携带4枚反舰导弹，携带导弹时的作战半径为930公里。当时的日本把重点放在了自研上，招标只是走个过场。于是，在招标过程中，把3个海外候选机挨个骂了一遍。F16C 无法携带4枚反舰导弹，大黄蜂航程过短，狂风 IDS 虽然能满足反舰需求，但是非防空型号无法使用中距弹，缺乏拦截能力。理由太过牵强，而且这个时候30的 GF210 还只是一个方案，没有实际产品。这种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操作，引发了这3家海外企业的不满，要求本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，进行重新招标。2战之后，美国一直警惕日本壮大军工产业，不想让日本重新获得发动战争的能力，自然也不会允许日本实现战机自研。既然自家的军工企业要求自己发声，那就顺水推舟与日本进行交涉。最终经过一番友好交流，日本选择了妥协，决定重新招标，宣布将在 F15 或 F16 的基础上改进研发战机，但是也没有完全排除自研的可能性。不过仅仅1年之后，这个答案就变成了以 F16 为基础，与洛马联手研发新战机。中间发生了什么，相信大家都懂。就 F2 来看，这是基于第40批次的 F16C 改进而来，机身加长 0.5 米，主翼面积增加 25%， 性能也不错。这是全球第一种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战机。虽然美国政府据提供 F16 的计算式源代码，日本被迫自行研发飞控系统软件，但最终还是搞出了自己的4鱼度数字式电传飞控。与 F16C 相比， F2 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。对于日本来说，这次合作研发战机并不算错，虽然损失了自研经验，但获得了相当多的美制技术。在美国国内，有人指责美方向日本转让了太多先进技术。有了 F2， 下一步就是隐身战机了。由于美国禁止出口 F2 的技术，日本只能自研。2000年，日本防卫省宣布启动先进技术验证机项目，代号 ATDX， 也就是后来的 X2 新神验证机，由30重工研发。2016年4月，首架 X2 成功首飞，结果仅进行了32次试飞之后，就在2017年10月21日宣布退役。根本原因就是日本购买了 F35A。对于日本来说，这次合约不算亏，日本可以参与 F35 生产项目的 40%， 也就是建立生产线，又趁机学了一波技术。但问题在于，自研军机的机会又被放弃。对于日本，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现状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重新自研一款战机。但在过去几年里，日本的战机可以说都是美制，自研技术不足，更别说研发6代机了。于是找上英国合作研发猎风。如果选择 F47， 结果没什么改变。其次，美国对外出口的 F47 属于性能阉割版，和英日联合的猎风不会如此。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猎风的研发进度，到现在还只是模型机，未来如何还说不准。总的来说，美国向日本推销 F2 与 F47， 根本目的就是想要日本打消自行研制6代机的计划，从而获得美国对日军售的巨额收入。加上一直不满美国对日贸易赤字，特朗普扩大对日本的武器装备出口，也可能是想借此削减赤字规模。但是很明显，日本选择猎风的可能性更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对于这次军售，日本会选择 F47 还是猎风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